朝鲜也有资本家和富豪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啊，大家一谈起朝鲜，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啥，跟贫穷落后挂钩的。你比如说什么他们这个先军政策啦，有钱了就去振兴军事啦，研发核武器啦。所以说吧，大家才固有的印象就是朝鲜肯定没钱，没钱哪来的资本家和富豪呀？其实吧，什么年代什么时期也不缺乏这个领军人。朝鲜的资本家和金主，你还别说，还不少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朝鲜的资本家和富豪都是谁，是靠什么富有起来的呢？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谢谢。第一部分，朝鲜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今天呢，我们不说这个富二代或者是根红苗正那个朝鲜革命家庭。这个人没法比呀，是不是？这属于投胎的问题了。咱们投胎问题太复杂，咱就不研究了，整不明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吧，在80年代这个朝鲜初期，朝鲜的经济在大哥二哥的帮助下，一度比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好。其实吧，也幸亏我们当时这个脱俗早，虽然说发展艰难，但是独立自强的能力也锻炼出来了。而当时经济起步较早的朝鲜和印度在苏联老大哥这个倒下之后，失去了这个拐棍倚仗。现在的状况，大家是不是有目共睹啊？而朝鲜这个80年代初期，这个经济发展那个非常快的在巅峰时期，朝鲜的经济一度超过了韩国，直逼日本，这你敢想吗？可以说位于亚洲的前列呀。这个时期，这个朝鲜出现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在1984年的时候，还是皇太子的金正日，就决定摸着大哥二哥这个路子过下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诞生了，就在平壤这个飓风行雨了。金正日于8月3日就宣布工厂要充分利用这个副产品和这个边角余料，给全体朝鲜人民生产这个日用品，消费品。这就是朝鲜史上著名的83人民消费品生产运动。于是朝鲜有条件那个厂子就出现了2种家庭生产队，一个叫副业队，一个叫家庭工作组。副业组呢，主要就是生产蔬菜、肉类这样的农畜产品。家庭工作组这个是通过工人家属把边角余料和这个副产品拿回家做24深加工。根据多位脱北者的回忆，家庭工作组就类似于有编制的那个家庭作坊了。原本朝鲜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私人之间大规模的雇佣关系那是绝对不好使的，违法的。所以说，一般的家庭作坊只会偷偷摸摸的雇那么7、8个人，再想扩大这个生产，就得挂在工厂下面，或者是成立家庭工作组。有了大编制才能雇佣10来个人以上，而这样的雇佣关系这个后来就造就了朝鲜的第一批先富起来的那批人。而这些当时这个家庭作坊主是不可小视。虽然说不是现代企业家来比的，但是在朝鲜当时就好像是比当年我们那个万元户还厉害呢，暴发户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叫金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家庭作坊就出现了拥有10万美金这个金主。10万美金就相当于朝鲜的8亿了，8亿朝元了。这可是朝鲜多少年的生活费了。而在当时朝鲜2、3线这个金主们，当时这个资本积累最少也有5000美元了，折合相当于4000万朝鲜元。对于月收入只有3000朝鲜元这个朝鲜工作人员来讲呢，4000万朝元，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工作1100年。所以说，当时的家庭作坊主可算是朝鲜的大富豪了。其实在朝鲜那个富豪也是被人尊重的，乡镇国企的领导看见他们也得点头哈腰的，希望借点钱呗，对不对？可见朝鲜的政策也是压不住人民对金钱的那种渴望的。那么这些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续写了朝鲜的经济奇迹吗？我们来说第2章，83滞留诞生朝鲜黑市经济。
八三生产运动啊出现这个金主，让朝鲜民众不甘心继续原先按部就班的按照这个红色理想啊，还这个劳动不是谋生手段，而是打工人享受生活这种活动。但是美好的梦想必须得有物质基础上。随着80年代朝鲜这个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一直困扰在半岛粮食问题再次抬起头来，城市里的粮食和生活标品就开始迟缓这个供应，不少工厂也因此停工了。说好听的是停工，但是复工不知道什么时候，遥遥无期。关键呢还不让离岗，你说还不让义务劳动，还是非常闹心的啊。而当时我们这个下岗人员呢，国家企业还给了一定的补贴和鼓励再就业，而朝鲜工作单位呢，需要下岗就必须交钱才能免除这个义务劳动。但是这玩意儿也不能当饭吃啊，一些有理想那个朝鲜人就交钱下岗，听起来就好像古代交钱免税赋那种味道了啊。而交了钱的工人又可以安心的搞83生产了。于是这些有想法的人和渴望当金主的人进一步扩大了这个83经济的这个队伍。而发展到最后呢，1985年的时候，朝鲜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赚外汇的运动。根据著名那个托贝者就是回忆录当中写，当时连学生都为了赚外汇，倒不是说他们这个觉悟有多高，而当时这个朝鲜表面上学校啥的是免费的，但实际上都是学生们拿这个金沙去换的而家长们呢则会去这个山里面挖这个松茸每6斤这个松茸才能换1件花钱这个做这个运动服在经济危机面前，韩国呼吁国民这个捐黄金，而朝鲜呢就会号召全民赚外汇。而朝鲜两国在经济上这个证明自己是一家人这个方式颇有高丽这种特色呀，就是在全民赚外汇这个浪潮当中，83人民这个消费品生产运动进一步又一次扩大，而且他们在朝鲜还有了新的名字，叫83劳动力。至于83劳动力具体要交多少钱不同工厂有着不同的规定，一般是在2万到20万朝鲜这个币之间吧，或者说可以说是购买40公斤那个大米的这个外汇，这笔钱就被称为83资金。相对应的呢，83劳动力这个生产产品也变成了83这个商品。就这样，这些83劳动力成为第2批富起来的人。但是83这个商品呢是计划经济外这个非正式产品，随着旧有这个生产关系的崩塌工厂渐渐无法解决了原材料供应和这个产品销量这些问题，于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就开始自谋生路了，而朝鲜黑市也就此诞生了。黑市在朝鲜被称为枪霸党，现在合法化后，大家也把它翻译成为集市。其实这里面还有第3批人，而这第3批人和我们东方大国有千丝万缕的那一批人。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3章朝鲜的黑市。朝鲜的黑市就在1987年活跃起来的，而朝鲜黑市又造成了朝鲜的另一个富有人群的诞生，就是朝鲜的华人。他们现在人数大概是5000到15000之间吧在不少人这个观念当中，朝鲜那个中国的是友邦嘛但是在早年朝鲜那个华人过得是相当凄惨的。根据脱北者这个李华英这个回忆吧，70年代的时候，朝鲜的华人过得跟要饭是一样的。但是当时这个朝鲜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农业水平那在亚洲和日本是并驾齐驱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让隔壁的韩国人羡慕的直流口水那么为什么朝鲜这个华人却在当时过的讨饭一样的生活呢？因为朝鲜是讲究出身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投胎是一门玄学血统是直接把朝鲜人划分为3六9等的，就是你爷爷奶奶结婚以后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富裕和贫穷。而当时朝鲜华人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因此既不参与这个朝鲜人民军，也不参加这个朝鲜劳动党，这些就导致了朝鲜华人过得非常非常凄惨。
但他们呢是在90年代就咸鱼翻身了，靠着就是黑市里头那个倒爷。1991年苏联解体吧，朝鲜的农业生产就被波及的最严重，最终在1994年演变成大饥荒，朝鲜称之为苦难行军。根据朝鲜叛逃者黄长业的这种说法，截止1997年，也就是说他叛逃到韩国的那年，朝鲜估计已经有饿死了250万人，这个数据是难以考证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饥荒和恐惧活着是渴望让人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啊。其实有市场需求就有人为之趋之若鹜，因为正常这个市场物资是极其短缺的，而当时这个朝鲜百姓95%的物资只能通过黑市这种获取，而朝鲜市民呢是一个月工资大概只有40至100朝鲜币，这些钱呢只能在黑市买点大米买几两大米啥的。如果你想获得蛋白质，你买点更贵的，你比如鸡蛋，而在黑市上那个鸡蛋就卖到了60朝元啊。朝鲜那个华人呢，立刻发现了这是个商机呀。他们虽然呢早年是处境尴尬，但是他们有一个特权呐，那就是可以自由这个往返中朝之间。于是在朝鲜那个饥荒当中，朝鲜华人就把中国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带到了朝鲜，把他们这个朝鲜这个山货海鲜呢再带到中国，朝鲜的华人发家了，致富了，还几乎垄断了朝鲜的黑市。于是就把目光盯到了另外一个地带，那就是倒卖违禁品。一个是在民间放高利贷，违禁品除了我们这个熟知这个韩剧美剧这些光碟 DVD 以外，另外一个大头就是古董。比如说高丽这个青瓷当时这个经济学家首尔这个分社这个前会长曾经说过，朝鲜这个华人在朝鲜收购这个高丽青瓷通常开价只有50美元左右，然而通过中国走私到韩国，转手就能卖到5000美元以上，能够赚100多倍对吧？中间商赚差价，让富起来的这个朝鲜华人将手里面的余钱借出去，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就是高利贷嘛这就是地下钱庄了。也就是说高利贷而这种私人贷款呢，是大多数朝鲜民众和私营企业唯一的融资手段。他们不能从这个政府当中获取融资，而朝鲜也有金融从业者嘛只有在这个1994年大饥荒以后，他们才分成了2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在朝鲜官方搞金融的，一个是在这个民间搞地下钱庄的。但是和我们中国不一样的是呢，朝鲜官方那个金融机构并不是给大家提供这个融资便利的，而是给高层赚外汇的同时还有拓宽资金道路而搞的一种职业。而朝鲜此时有2种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个创汇机关，一个叫朝鲜劳动党38号，另外一个就是朝鲜劳动党39号。而38号呢是一个主要负责运营外汇这个店里面以及管理海外朝鲜这个饭庄，而39号是主要是垄断朝鲜那个金矿、银矿等等这些比较特殊金融。但是特殊机构下面往往是有自己的银行的，但是这类银行一般只给这个本机关的内部人员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而且收的利息也是相当高的，往往是正常的16到20个点之间吧。简直是在高利搞高利贷呀而且由于朝鲜没有这个担保贷款这个审核制度，这些企业如果还不上钱，项目负责人呢还有可能又被撤职，甚至说是判刑。所以说不少企业平民83生产队里面只能到这个黑市里面去融资，在朝鲜黑市搞个人贷款，那就是暴利行业呀。而在2000年的时候，金主爸爸们放贷款，每个月都要收到13个点到15个点的利息。大家可以算算，他们一年能赚多少钱呢？哪怕是2017年前后，朝鲜经济稳定了，他们每个月的月息还能到5到10个点之间。因此，这是朝鲜先富起来的第3批人。但是，这些富起来的人呢，只能代表着少数群体的富裕。而不能把朝鲜的国家经济走到繁荣富强。国际这个环境曾是决定朝鲜经济最为关键的因素，而这是揭示了朝鲜经济不够独立的真相。
经济的生死由政治决定。而在当时那个朝鲜经济啊，只是苏联经济的粗犷模仿品，而失去了倚仗的朝鲜要创造出一条独立自主的路，重塑朝鲜货币信用，怎样完善自己和金融体系和自身的巨大潜力呢？面对诸多未开发的新领域，或许在金正恩的带领下，能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好，以上就是关于朝鲜的一些先富起来的一些故事啊。视频文案整理有网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峰哥8点半分享到结束，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